然后我们调第3种颜色，这时候我们看，刚刚我调的这个颜色哈，刚刚我这里调的第2层颜色啊，基本上又用好了。肯定好多学员说了，哎，这里面还有一点颜色，这个颜色就属于是我们专门留下来的。这个就像我们蒸馒头，哎，需要一点那个发酵的那个面粉啊一样的。上了点岁数的都知道，以前家里蒸馒头啊，就是会留一坨，是吧？留一坨，为了以后再用的时候把这一块啊揉进去，这个就是揉的这一块。好，我们现在调好以后，你看也占2笔，然后第3步，第3层，把笔上的这些笔根的颜色啊，都把它揉出来。揉出来以后，哎，大家看，我们就第3步，首先这个深绿色。藤黄，你看深绿加藤黄，这个颜色明显就比这个可以适当加一点朱标，就明显就比开始第2层颜色就要怎么样来？白色加一点点白色，就要亮很多了哈。把这个染好以后，就是说调好以后，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染到第2步以后哈，这个画面还显得特别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些亮啊都还没有去控制，还没把它弄好。这个时候染第3层的时候，大家注意哈，你看哈，我们如果是这是一棵树，是吧？那我们就不要说1层、2层、3层，然后留一个什么圈给它。那不行，那我们你看在染的时候，到第3步的时候啊，下面基本上都已经把它给它干什么了，就全部染了。真正的这个顶啊，就留了一个顶部啊，真正就留了一个顶部。以此类推，都是这样子的。啊，后面有些树啊，这些都让它，就算我平染了，你看还是看得出来树的感觉，是吧？还是看出来树的感觉。这个也是。你看，逐步也是一样的，就真正的留下来的就是一个树冠，是吧？就是一个树冠。然后这边也是这样子的哈。至于这后面
这个我们先把这边这个树染了，再去染后面，因为要调点颜色。来，我们先把这个树先染了，一会儿我们去染环境色的时候去染后面。你看这个很简单，稍微调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把这个染好以后哈，让我们调点颜色。现在可能大家看到，哎，我这里还剩的有一些颜色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加一笔水，干什么呢？你看，加点碳青蓝，它就比刚刚那个要蓝一点了，是吧？可以适当加点白色，加点珠标。好，基本上大家看这个颜色比刚刚那个要稍微蓝一点，是吧？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？我刚刚说了嘛，这是环境色。环境色呢，在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像这后面的树根本就不管它了。有时候该细致的地方就要非常细致，因为我现在染的这个地方就属于是桥后面的一些山石它那后面的，我们要通过把这后面染了，然后把桥衬出来通过这个是一个非常细致的动作，因为你稍微不注意。你把桥前面的扶手这些染掉以后，当然一点点都没问题，就有时候染一点点这些超过一点没问题，就是你不要全部染了。这里有个人，我们可以大胆的把这个人盖一下。大胆的去把它稍微过渡一下。好，这是一块，然后顶上我走这一圈，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个树把它衬出来衬出来以后，马上就把它染上去。这个时候你看它就很自然的颜色就把它过渡过去了，就不要有一圈，不要到时候看到有这么一根东西框着这个树，这就不好看了哈。这里也是这样子的，这个地方用这个颜色把这个树衬出来。至于后面的这个树不要考虑它还要一颗一颗的单独的去染它，还怎么样就统一的把它染了。你看我统一染了以后，大家觉得这个树还在吗？这个树照样在呀，是吧？它照样在，每棵树的感觉都还在。把它染好以后，这个炊烟
特别要注意。我这一染了这个炊烟，你们会觉得哇塞，这个炊烟，你看，呜，跟云衔接了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一定要注意，炊烟啊，它毕竟来说就是我们家里烧饭的一点烟，所以说它不要它这个不要它太深，也不要它太粗。哎，上去以后，自己就慢慢的，就和环境色呀就融为一体了啊，就融为一体了，是吧？你看，我们把这里画了以后，还有一点点颜色，我们再调一点颜色。这盘子里还有一点点，我们干什么呢？我们再调一点点太青蓝。胭脂。红黄，好，你看这颜色，这干什么呢？刚刚我就跟你说了，我们的水还能再怎么样来？水还能再染一下。大概把水染一下以后，你会觉得立体感会更加的更明显。哎，基本上我们都染一下以后，至于这前面的水啊，差不多我们到时候，在打湿的时候，再把它稍微染一下就可以了。不过我们可以把盘子里剩余的一些颜色呀，哎，通过染这些环境啊，染这些地方，靠边的地方，环境色这些，我们把它颜色都可以把它用到。所以有时候画大了就有这种好处，基本上是一点颜色都不会浪费的。因为到处都可以用，来，这里刚刚之前是用点字笔点的，这个就像浪花一样的，是吧？让它像浪花一样的。好，你看，基本上我们把这里染好以后，大家看整个这个就感觉怎么样？是不是更厚重了？第四步非常重要啊！第四步非常重要，我们就染第四步。我们首先大家看我这个盘子里啊，刚刚呢就是把这些颜色呀这些染了以后哈，基本上这里就全部都怎么样呢？都全部都已经就很干净了，是吧？盘子就很干净了。这个时候把鼻稍微你看这个鼻上也没有颜色了，基本上我们颜色都用到哪里？都用到那个我们画上了。
是吧？我们把这个弄好以后，还有一点点。每次用的最多的，这就是藤黄和朱标色。你看藤黄，今天我们给它记的是一样的，但是这藤黄基本上就用完了。首先藤黄加白色。你看这个颜色很亮，看一下后面需要它多浓哈。这个时候要注意，加了白色，它这个颜色的话，就覆盖能力是很强的，就一定是要注意什么样呢？一定是要注意，你不要加太多的白色，要加到正好，厚度正好哈。我们比方说，首先。这一棵树，我们可以把它画的亮一点。用点染的形式。用点染的形式去染，不要一下子一大片就染了。你看这样子才好控制它这个。你看我们把这一块一染，马上由于这个树它的颜色的亮丽程度哈。它虽然很亮，不过虽然很亮，但是它毕竟是有颜色，所以一下子把房子怎么样了，就衬出来了，是吧？然后我们将就这个颜色，我们再加一点朱标色，多了，加一点点朱标。好，一般说我们如果有多。暂时先放到旁边，我们先试一下。正好，所以说这个就不要太多。好，这个颜色。又比开始那个要偏红一点，就这两棵树这两棵树一般会让它亮丽一点我会像，即便后面没有这个衬的，由于这个树的这个亮度，它也可以很舒服，正好注意它树冠的变化你看，注意树冠的变化，是吧？好，这是一棵，挨着它近的这一棵，也让它亮一点。你看，现在把这两棵树把它压下来以后然后这些树就不要再用这个颜色了，马上调整颜色。这树，我马上我在这个基础上加一点什么这个山绿，你看它就不一样了，是吧？加点山绿就可以了。就不管我怎么去染它，
我这个树的颜色它都超不过，是吧？它都超不过它，然后这两棵树就到前面来了。你看，我们基本上还把它这个把它染的比较统一。好，然后我们也是将就这个颜色，再把这边染一下，把这边这个树稍微染一下。这个树虽然也亮，但是它跟它比起来呢，它又在后面去了，是吧？这个显得大家你看我染了以后，是不是显得更加的茂密了？好，我们这里再调点颜色。这个时候大家看盘子里刚刚那个颜色已经染的差不多了，这点珠标色可以把它用了。颜色呢是由亮逐步往后延伸。你看，现在这个颜色就明显又比刚刚那个要深很多了，因为我钛青蓝加了多一点，胭脂加的又多一点，是吧？好，你看调的稍微偏蓝一点了。这时候，我们这几棵树呢，它基本上这几个树呢，就是1、2、3，间隔很小，干脆啊，就基本上统一的把它染下去。啊，大家看哈，就即便是我统一染下去，在末稿的时候，我已经非常注意它们的变化。啊，它墨韵的变化，所以说，即便染下去以后，哎，1、2、3、4都还在，是吧？树都还在，啊，然后把这里染好以后，这里这棵树也是将就这个颜色，把它稍微染一下，跟它们，你看它这里深一点以后哈。跟这几棵树产生一点变化，这个颜色将就，把环境色呀再加深一点。好，把它染好以后，然后这边这个树。多余的颜色就到这边来，后面这个让它将就这个颜色把它染了，前面让它亮一点。我刚刚应该是在染那边的时候把它这个一笔带一下就好了，一笔带一下的话，免得我另外现在我又在重新调颜色，不过没关系，一点点。好，我们现在再调点颜色，就是我加一点这个藤黄、白色、鼠标，你看这个颜色就会亮一点。为什么这里要亮一点呢？哎，它亮一点，就跟这旁边啊，就产生一点这个关系，哎，让他觉得
它逐步后面，它在这个深的在后面。你看，我们把它染了以后，大家可以看个整体，明显整个就非常的厚重了，是吧？非常的厚重了。马上我们把这个桥稍微染一下，你看这个还是很花时间啊，干染。我在不停的加快速度的情况下，都还用了1个小时时间。我们这里调的颜色，这个调赭丝色，把桥稍微染一下。首先，藤黄，朱标，山绿，是吧？这3种颜色，我们调赭丝色。调了以后，马上我们就把这个什么地方桥，那桥用勾染的形式，路啊桥都用勾染的形式。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在染的时候就不要好像一定是要怎么样把它染的每一根线条都染到，有时候就带过去，你看就一笔带过去，染多少算多少有些地方留点空，有些地方被染到了，这样子才显得特别的自然，是吧？才显得特别的自然。你不要把它染得满满的，好像必须要填满。将就这个颜色，我们把这个山下面这个山稍微染一下。只染的时候要注意，也不是干染的它这个山也有凹进去的地方，是吧？也有突出的地方。你看这块凹出来了，这块凹出来了，这一块凹出来了，是吧？都还存在这个在后面了。这树干很小，就稍微染一下就是了。这块石头也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们把这里染好以后，把这个稍微勾一下，现在就是什么？就染房子。染这个房子，我们这里调的颜色，首先太青蓝，不错，朱标加太青蓝。你看朱标加太青蓝就变成什么？赭墨色。就是它比较深的一种赭墨色。干什么呢？我们把这个屋檐下把这个屋檐下稍微染一下。在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正好在屋檐下去染，不要染到瓦上去了。你看我这么一染，这个房子它会一下子就非常的怎么样？就非常的深，屋檐下就很深，感觉到这个立体感就更加的这个明显了。你看稍微染一下，是吧？然后染第2层，我们又调个颜色。
层呢就是朱标加藤黄，哎，这个颜色跟开始的颜色就明显，它就要亮很多了，是吧？就亮很多。又在这个基础上往下延伸，就跟染树叶一样的啊，这个又在基础上从第一层的基础往下拖。哎，往下拖，你看出来的感觉又是由深逐步到亮的一种感觉哈。将就这个颜色，把楼梯，你看楼梯也是很简单，就是一笔到位，不要去重，包括下面的石头，你看都是用写的形式哈，啊，都是用写的形式。好，把它染好，染好以后再调整颜色。把笔洗干净，再调整颜色。这个时候，藤黄加白色，呀，藤黄加白色，基本这水分少一点，又往下拖，哎，你会感觉到，基本上到第3层的话，那差不多就全部就把它画满了，就不留亮。因为这个颜色其实很浅。啊，不怕它到别的地方去。呀，我们把这个染好以后哈，这一点这个颜色我看看，干脆将这个笔这点。稍微染一下，啊，就用这个小笔稍微把它染一下。好，把它染好以后，我们这里就直接调一点朱标色，直接就是朱标色，这个没有别的颜色，我们就直接就，因为时间，你看这个时间好紧张。把这个房子，我觉得正好这个斜面这个房子啊，用赭石色，用朱标色，没有瓦片的这个也是直接用朱标色。你看这两个，就是一定要注意啊，不要把它太红了，稍微有点这个颜色哈。我们看好像屏幕上比我这个要红一点。这也是，你看，用那个朱标，是吧？把它画了以后，我们调一点很干的朱标色，直接就蘸朱标，就不用去调，直接蘸。然后也是用写的形式，基本上我画成什么样就什么样，就是这一笔下来，这个朱标啊，我们干什么呢？把门上的对联，包括这个窗子，啊，这后面的对联，后面是浅一点，稍微有一点感觉，你看，是吧？现在这么一画了以后，就觉得这个房子就比较舒服了。然后我们这里再调点什么颜色？我们再调点颜色。我们将就这个盘子里乱七八糟的颜色哈，加上一点点太青蓝啊这些胭脂，
把这些颜色调在一起，就变成什么？就灰色调加点白色。调点灰色调，染什么？染这个瓦片。你看在什么地方染哈？在屋檐下和瓦衔接的地方去染它。这样子就把屋檐和这个瓦很好的就笔很干的哈，哎，你看。你看这么一染以后，瓦它又保持住它的亮度，但是这个瓦又跟这个屋檐下又很好的衔接了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，再看哈，这个我们通过了1个多小时哈，通过一个多小时的这个去烘染，从才开始的这么到处都在亮，树也亮，石头也亮啊。到目前来说，通过把树染了，把石头染了，一个是把水突出来了，是吧？第二个呢，它更加的厚重，层次更丰富了。现在又干什么？现在就是烘匀。烘匀它起着一个什么作用？就承上启下的作用啊，非常的关键。在没有烘匀之前，你会觉得这些地方都很单薄，是吧？它们上下关系上也是比较比较脱节，就是靠烘匀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会儿哈。